果說娛樂圈裡有一對組合，明明沒有官宣戀情，卻總能一次又一次讓網友忍不住重新打開他們的互動視頻，那麼李現和楊紫一定是繞不開的名字。從親愛的、熱愛的到後來的再次合作，兩個人之間那種自然、放鬆又帶着一點默契的相處方式，總是能夠輕易引起討論。但今天我們不聊所謂的戀情實錘，也不把友情強行包裝成愛情。我們真正想看的是李現面對楊紫的時候，為什麼總能表現出和平時不太一樣的一面？因為有時候，一個演員真正真實的狀態，並不是他在鏡頭前說了什麼，而是他在面對一個足夠熟悉的人時，能夠徹底放鬆到什麼程度。而李現和楊紫之間恰恰有一種非常特別的熟悉感，這份熟悉甚至可以追溯到很多年前。李現和楊紫都是北京電影學院2010級表演系學生，只不過两個人並不是同班同學。在校園時期，他們就已經認識，還曾經一起參加過活動。但有意思的是，當時的李現還沒有今天這樣的知名度。在一次採訪中，李現自己提到，楊紫當時已經因為家有兒女而擁有很高的知名度，而自己還是一個並不起眼的學生。甚至多年之後重新提起這段經歷，李現還帶着一點哭笑不得的感覺。曾經站在校園裡的兩個人，誰也沒有想到，多年以後，他們會因為一部電視劇再次走到一起。而真正改變兩人關係的，就是親愛的、熱愛的。2019年，這部電視劇播出之後，迅速成為現象級作品。楊紫飾演的童年和李現飾演的韓商言，一個軟萌，一個高冷，一個不斷靠近，一個慢慢打開自己的內心。熒幕上的化學反應讓無數觀眾開始關注這對組合。但真正讓人覺得特別的，並不只是電視劇裡的甜，而是他們在戲外表現出來的那種毫不刻意的自然。在接受採訪時，李現曾經非常直接地評價楊紫。他說她善良、溫暖、乾淨，而且工作認真努力。如果只是普通的宣傳話術，這些詞可能並沒有什麼特別。可問題在於，李現當時並沒有只停留在簡單的誇獎上，他能夠清楚地說出自己為什麼欣賞楊紫。在他看來，楊紫不僅是一位合作演員，更是一個認真對待工作，能夠在表演上給予對方幫助的人。這其實非常符合李現本人的性格。因為從過去的採訪來看，李現對於合作對象最看重的，並不是表面上的熱鬧，而是專業、認真，以及彼此之間能不能真正理解對方。而楊紫恰恰是那種能夠讓他迅速進入工作狀態的人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兩個人第一次拍攝《親愛的、熱愛的》的時候，其實並沒有一開始就達到今天網友看到的那種自然程度。李現自己曾經提到，他們最早拍一些親密戲份的時候，雙方反而會覺得尷尬。這其實非常真實，因為戲裡的韓商言和童年需要迅速產生感情，但現實中的李現和楊紫當時只是多年同學重新合作。鏡頭一開，他們需要進入角色；鏡頭一停，他們又會恢復成現實中的朋友。這種身份轉換本身就需要時間，可是隨着拍攝推進，兩個人逐漸找到了屬於自己的節奏，甚至到了後來，一見面就很容易笑起來。這也是為什麼很多觀眾在看他們採訪的時候，會產生一種很奇妙的感覺。他們不像是在刻意營業，反而像兩個認識很多年的老朋友坐在一起聊天。這種狀態其實很難偽裝，因為真正的默契不一定是說了多少甜言蜜語，有時候一個眼神、一個笑、一個下意識的接話，就足以說明兩個人之間已經建立了很高的熟悉程度。而李现面對楊紫時最明顯的變化，就是他會明顯放鬆下來。平時的李現給人的感覺比較沉穩，尤其是在正式採訪中，他往往會認真回答問題，很少故意制造誇張效果。但只要話題涉及楊紫，氣氛往往就會變得輕鬆很多。他會吐槽，
會笑，也會講一些拍攝過程中的小細節。這種反差才是網友一直覺得有意思的地方。因為一個人的真實狀態往往藏在他最沒有防備的時候，而楊紫顯然是那個能夠讓李現降低防備的人之一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李現對於楊紫的評價並不只是停留在漂亮、可愛這種非常表面的層面，他更頻繁提到的是專業、認真、努力。這其實透露出一個非常重要的信息：李現真正尊重的是楊紫作為演員的能力。也正因為如此，兩個人的關係才會顯得更加穩定。如果只依靠一部爆劇帶來的 CP 熱度，那麼隨着電視劇結束，熱度很容易慢慢消失。可是李現和楊紫並沒有因為親愛的、熱愛的結束就完全失去聯繫。相反，他們後來還有了再次合作的機會。到了2026年，兩人因為新的合作再次成為討論焦點。在接受採訪時，李現談到再次和楊紫合作時，表達得非常直接。他表示自己一直認為楊紫是一位非常專業、認真、努力的演員，而且兩個人彼此熟悉。當得知再次合作時，他是開心的。這句話看起來非常普通，可是如果把時間拉長來看，就會發現這其實是一種非常難得的認可。因為娛樂圈裡演員合作一次很容易，合作第二次也許是因為劇本需要，但在多年以後依然能夠願意和曾經的搭檔再次進入一個全新的故事，說明雙方對於彼此的工作方式已經有足夠的信任。更重要的是，這一次他們不再是韓商言和童年，他們面對的是完全不同的人物關係。這意味着過去那種甜寵劇裡的感覺不能簡單複製，兩個人需要重新尋找新的相處方式。而李現提到，在開機前以及拍攝過程中，他們聊了很多關於角色理解和劇本的內容。這句話特別值得注意，因為它讓我們看到，所謂的默契並不是簡單的站在一起就自動產生，真正的默契背後其實是大量溝通，是對角色的理解，是对彼此表演方式的熟悉，也是一種你知道对方下一秒可能怎麼接戲，所以自己可以更加放心地往前走一步的信任。這才是演員之間真正高級的默契。所以，如果有人問為什麼李現面對楊紫時總感覺特別自然，答案可能根本不是所謂的愛情，而是時間，是共同經歷，是同學關係，是第一次合作時留下的記憶，也是多年以後依然能夠保持舒服狀態的信任。當然，網友喜歡把他們稱為童顏夫婦，這完全可以理解。畢竟，親愛的、熱愛的，留下的記憶太深了。很多觀眾第一次認識李現，就是通過韓商言，那個沉默、認真、嘴硬卻會默默照顧人的角色，成為很多人心中的經典。而楊紫飾演的童年，則讓這個故事擁有了完全不同的溫度。兩個人在劇中的互動之所以讓人上頭，是因為他們不僅完成了角色關係，也讓觀眾感受到了人物之間的情緒變化。但我們必須把熒幕和現實分開。電視劇裡的韓商言和童年是愛情故事，現實中的李現和楊紫則是多年同學、朋友和合作夥伴。目前沒有可靠證據能夠證明他們存在已經公開確認的戀愛關係，所以與其不斷尋找所謂的戀愛實錘，不如換一個角度，去看看為什麼兩個人能夠多年以後依然保持這種舒服的關係。答案其實非常簡單，因為他們都足夠尊重對方。楊紫曾經談到兩個人合作時的狀態，強調他們彼此熟悉，所以在表演過程中可以更加直接的交流。如果覺得一個動作應該這樣處理，就可以直接說；如果覺得一個情緒需要調整，也能夠馬上溝通。這種合作方式對於演員來說非常珍貴，因為表演本身就是一件需要暴露情緒的事情。如果兩個演員彼此陌生，很多時候會擔心對方怎麼想。但是當兩個人已經認識很多年之後，
反而能夠把注意力全部放回角色本身。這也解釋了為什麼他們的互動總是讓觀眾覺得很自然，不是因為他們刻意制造甜蜜，而是因為他們足夠熟。而熟悉這個東西，恰恰是最難表演出來的。你可以設計一個眼神，可以設計一個動作，甚至可以安排一個台詞，但是你很難長期偽裝一種多年朋友之間的鬆弛感。李現面對楊子時的笑容，就是這種鬆弛感最明顯的體現。他不需要一直保持所謂的明星狀態，也不需要每一句話都經過精心包裝，因為在一個熟悉的人面前，人往往會回到最普通的自己。這或許才是我們今天真正想看的李現最真實的一面。他不是永遠高冷，也不是永遠沉穩，更不是網友想象中的那個完美男主角。他可以開玩笑，可以吐槽，可以笑得很放鬆。而楊紫恰好是能夠讓他展現這一面的老朋友。從校園時期的普通同學，到親愛的、熱愛的中的黃金搭檔，再到多年以後再次合作，他們之間最大的變化，也許不是關係變得多麼轟轟烈烈，而是從當初的陌生和尷尬，變成今天的自然和信任。這其實比一段被強行制造出來的 CP 故事更加耐看，因為真正長久的關係，不一定需要天天出現在熱搜上，也不一定需要公開證明什麼。有時候，兩個人能夠在多年以後重新坐在一起，依然可以自然聊天，認真討論工作，互相理解，這本身就是一種很難得的關係。所以，當網友再次看到李現和楊紫同框時，為什麼還是會激動？不是因為大家真的掌握了什麼隱藏的戀情證據，而是因為那種熟悉的感覺又回來了。那個曾經讓無數人心動的韓商言和童年，雖然已經成為過去，但李現和楊紫作為演員和朋友之間形成的默契卻還在繼續。也許這就是他們最特別的地方，沒有刻意解釋，沒有過度營業，沒有必要向所有人證明他們究竟是什麼關係。他們只是用一次又一次自然的合作告訴大家，真正舒服的關係不需要太多台詞。而對於李現來說，面對楊紫時那個會笑、會吐槽、會放鬆下來的自己，可能才是比任何角色都更加真實的一面。所以這一次，與其問李現和楊紫到底有沒有所謂的愛情，不如問一句更有意思的問題：如果兩個人能夠從大學同學走到多年後的再次合作，還能保持這種自然的默契，你覺得這是不是娛樂圈裡最難得的一種關係？歡迎把你的答案留在評論區。如果你喜歡這種不靠誇張爆料，而是從採訪、作品和真實互動中尋找明星故事的內容，別忘了點讚、訂閱頻道。感謝大家看到這裡，我們下一期繼續聊娛樂圈那些看似普通卻總能藏着故事的瞬間。